你没有开车。男人的眸子里闪过几丝落寞，他捉着魏无羡手臂的力道微微加大。我就送送你，不做什么，你不必担心，好歹也做了2年的情侣。蓝忘机可谓是把魏无羡的脾气摸了个透彻，吃软不吃硬。果不其然，一见蓝忘机这可怜兮兮、小心又委屈的模样，魏无羡扭过脸道：那好吧，应该说不愧是蓝氏集团的二少爷，连车都是几千万的。魏无羡靠在后座上，不由得感慨这贫富差距。其实魏无羡家住的地方也不远，所以他才敢走着来上班。其实最重要的是他那价值几百万的宝贝车，今天拿去保养了。到了地，魏无羡慌忙去开车门，没想到车锁还没开。蓝湛，你把车门打开啊！魏无羡心慌地冲着蓝忘机吼。咔嗒一声，门锁开了。魏无羡呼出一口气，忙不迭地爬下车站，直了就准备走人。而男人在他身后突然出声：等等！魏无羡立马全身警惕，他管也不管，直接就狂奔进小区，刷卡进门，一气呵成。然而后面也滴了一声，蓝忘机跑过来，死死抓住他的手腕，语气里又温和又无奈：魏婴，你跑什么？魏无羡顾不上挣扎，只是睁大眼睛：你怎么进来的？就算再有钱也不能这么为所欲为啊！而且这里可是高档区呢。蓝忘机把手中的卡举起来，轻声道：我也住在这里。魏无羡只觉得太阳穴突突突的跳，他烦躁地揉了揉自己的眼睛，道：你住这？你怎么会住这？你堂堂蓝氏集团还那么有名，你住这小地方干嘛？蓝忘机友善地提醒他：魏婴，这里是高档区。魏无羡张张嘴巴不想说话了，要知道这个房子没个几千万下不来，而他在魔神上挣的钱几乎1/3都用来买这套房子，要搬走不现实，一个地方就一个地方吧。等到准备走的时候，他发现蓝忘机竟然跟他一个栋楼。那好吧，等上了电梯，还有更惊悚的。蓝忘机，你怎么还跟我一层？都是5楼，毕竟是富豪区，这里一层楼极为宽敞。魏无羡一直都是一个人住一层，对面一直没人，但没想到啊，这对门马上就来了。蓝忘机点点头，俯身凑到魏无羡颈窝边，低声道：别害怕，我不会对你怎样。嘴上这样说着，手指已经摩挲到魏无羡的腰之上，正蠢蠢欲动的往下。魏无羡咬牙，正准备一拳打出去，叮的一声，楼梯开了。在打人和逃命之间，魏无羡选择了逃命，但他刚迈到大厅口，蓝忘机又像捉着小猫咪一样，手臂一伸一把把他搂在怀里，身后的檀香席卷了魏无羡的鼻子。这下魏无羡忍无可忍，他抬手准备给人一手刀。蓝忘机，你有完没完？只是男人在他脸上吧唧一口，道了声晚安，便飞快地退走了。关门的声音咚的一声响起，魏无羡愣在原地像木头一样，半天没反应，好久这人才恶狠狠地擦了下自己的脸。臭男人，占他便宜！魏无羡生气地把门甩上，将身上的衣服愤恨地退掉，扔在地上都不准备穿了。等到他洗完了澡，捧了杯红豆牛奶，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那门外的敲门声一声接着一声。魏婴，魏婴，魏婴！魏无羡忍无可忍，他甚至有种如果他不开门，蓝忘机会一直敲下去的感觉。他提拉着拖鞋面无表情的开门，有事，自然有事。只见蓝忘机穿着白色的兔子睡衣，垂着眼睛轻声道：刚搬来还未收拾，我可否在你这里睡一晚？魏无羡眯着眼睛看着穿着白色兔子睡衣的男人，心里有些想笑，当初他买这套衣服也真是幼稚，却又觉得那是单纯的可爱。他大爷似的让了个位，进来吧。魏无羡的房子很宽敞，装修的也很精致好看，墙上挂着许许多多这人亲手画的画，倒是很符合这人的气势，尤其是那张阴森森的满是血色乌鸦的背景画，给人一种不寒而肃身临其境的感觉。那是策划魔神的一幅画，画下面还标着区域名02453写神区。蓝忘机看着这幅画，对魏无羡道：魏婴，你喜欢设计游戏？魏无羡懒洋洋地窝在沙发上玩游戏，你这不是废话？赶紧洗洗睡吧。